我这辈子第一次明白，人穷的时候连被羞辱都得挑个热闹日子。那天是我的订婚宴，梁家村最体面的院子是村支书家，最热闹的宴席是别人家的喜事，而我家的订婚宴不过是在院里支了几张就方桌，借了村里食堂的大锅，炖了2盆猪肉粉条，炸了2盘花生米。院门口贴着歪歪扭扭的红纸，风一吹，直角卷起来，像个笑话。我穿着娘找人借来的红褂子，袖口短了一截，露出一截瘦得发青的手腕。桌上的人一边嗑瓜子，一边拿眼镜扫我，像在打量一头待价而沽的牲口。春和啊，你也算熬出头了，周家在镇上有亲戚，你嫁过去不吃亏。就是女娃子嘛，嫁得好比什么都强。听说彩礼能给1800呢，梁老三家这回赚着了。我垂着眼听着，没吭声。我娘王桂香笑得嘴都合不拢，反复说哪有，都是大强看得起我们家春和。她嘴上说着客气话，手却一直护着那只装礼金的铁盒子，像护着命。我爹梁满仓蹲在门边抽旱烟，烟一口接一口，一句话都不说。我哥梁建富端着酒杯满院子跑，逢人就说我妹子嫁得好，以后周家和我就是一家人了，往后还得多照应照应。他说这话的时候，腰杆子挺得比平时直，像今天订婚的不是我，是他。我看着这一院子人，心里冷得厉害。我知道这门亲事是什么，不是周大强喜欢我，是周家要一个能干活，彩礼还能压下来的媳妇，也是我家要拿我换钱，给我哥说下一门更好的媳妇。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没人说破。可我没想到，先说破的人会是周大强。酒过3巡，他脸喝得通红，突然把酒杯往桌上一磕，声音挺大。有件事，今天正好当着乡亲们说清楚。院里一下静了，连隔壁桌抢肉的小孩都停了嘴。周大强扯了扯衣领，朝我这边看了一眼，眼神里有点轻慢，也有点得意。这门亲事，我得再想想。我娘脸上的笑僵住了。啥意思啊，大强？这不是都说好了吗？周大强吃了一声，说好了，不代表不能变。他娘刘秀芬接过话，阴阳怪气的笑。春和是勤快，可他家这个条件，大家也都知道。爹是个闷葫芦，娘又拿不出什么像样陪嫁，哥哥还等着成家。我们周家娶媳妇是过日子，不是做善事。院里顿时起了一层低低的吸气声。我哥第一个急了，婶子，你这话啥意思？彩礼都说好了。彩礼？刘秀芬把筷子一放，我们家大强现在可不比从前了，镇上梁站站长家的侄女都看上他了，人家1分彩礼不要，陪嫁还有缝纫机和自行车。你说我们图啥非得娶你妹？我娘脸一下白了，她转头看我，眼里不是心疼，是慌。像我这件货临到交割的时候，对方突然嫌弃了。春和，你说句话呀。他压低声音，咬着牙，你哄哄大强，这是不能慌。我看着他，只觉得喉咙发紧。我哄？我拿什么哄？周大强已经站了起来，借着酒劲，话越说越难听。春和，你也别怪我，你这条件搁村里还算行，可出了梁家村真不算什么。你念过2年书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女人到头来不还是得嫁人。他笑了笑，像施舍一样看着我。你要是懂事，咱们还能缓缓，你要是不懂事，那就算了。院子里很静，静到我能听见灶房里柴火噼啪一声爆开。我终于抬起头看着他，你说完了？周大强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我站起身，把身上的红褂子一点点脱下来，叠好放在凳子上。既然你都说清楚了，那我也说清楚。我声音不大，却压得住满院子的人。这亲不定了。我娘当场扑过来拽我，你疯了，梁春和，你疯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我甩开她的手，是啊，这么多人看着呢。我盯着周大强，一字一句地说，你今天嫌我家穷，嫌我赔钱，嫌我配不上你，那你记住，今天不是你不要我，是我梁春和不嫁你了。满院子的人都愣住了。周大强脸一下涨红，像被人当众抽了一巴掌。他大概没想到，一个在家里连大声说话都少的姑娘，敢在这么多人面前让他下不来台。你装什么硬气？他指着我骂，你不嫁我，你还能嫁谁？梁春和，你这种女人离了村子连活都活不下去。我笑了，那是我那天第一次笑，也是笑得最冷的一次。那就不劳你操心了。我转身进屋，身后乱成一团。我娘在哭，我哥在骂，我爹终于起身了，可他走了2步又停住，像一截烂木头，站在门槛边，不敢拦也不敢帮。屋里很暗，我从炕角掏出一个旧布包，里面是我这些年一分一分攒下的钱，给人纳鞋底，去地里掰玉米，替村小学老师抄黑板报，甚至秋收时帮别人家打场，一共87块。我把钱紧紧缠在腰里，又把2件换洗衣裳塞进蛇皮袋。正要走时，我看见墙上贴着我小学时得的那张奖状，学习积极，成绩优良。纸都黄了，我盯着那奖状看了2秒，伸手扯下来，折了，塞进包里。院子里的人还没散，我拎着蛇皮袋出来的时候，全都看着我。
我娘扑上来要抢袋子。你去哪儿？你一个姑娘家，你能去哪儿？去能让我活得像个人的地方。我说完这句，抬脚就走。走到院门口的时候，身后传来周大强气急败坏的声音：你走，有本事你别回来，早晚有你哭的时候。我没回头。村里的土路坑坑洼洼，鞋底踩进泥里，拔出来的时候会发出“啵”的一声。天快黑了，炊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来，狗在巷口叫，谁家孩子在哭。这一切我都熟得像一张网。而我今天终于从网里钻出来了。镇上的汽车站离村里8里地，我一路走过去，脚底磨得生疼，夜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可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走，我要离开这里，去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地方。哪怕睡桥洞，哪怕饿肚子，也比在这儿被人按着命运活强。汽车到县里时已经夜里了，我在火车站外头站了半天，才鼓起勇气去问售票口，去广东怎么坐？售票员看都没看我。广州、深圳、东莞，我愣了。原来南方不是一个地方，是很多地方。我攥紧手心，想起白天在席上听人说过的话，深圳遍地是厂子，去了就有活干。我抬起头，去深圳，那2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来，轻得像风，又重得像命。绿皮火车开动的时候，我坐在硬座边上，怀里抱着蛇皮袋，窗外一片漆黑，车厢里都是人，有去投亲的，有去打工的，有抱着孩子的，也有像我一样一看就没什么退路的。对面铺的一个大姐看我年纪小，问我一个人啊？我点点头。她又问去深圳干啥？我沉默了很久，才说改命。她愣了一下，笑了，口气不小。我把脸靠在冰凉的车窗上，也笑了笑。是啊，口气是不小，可要是不这么想，我怕自己会撑不到南方。火车晃晃悠悠往前开，我忽然想起周大强的话，他说离了村子，我连活都活不下去。那我偏要活，不光要活，我还要活得比他好，比所有瞧不起我的人都好。车窗上映出我自己的脸，瘦黑，眼睛却亮得吓人。那一刻我不知道，很多年后我会站在一个比县火车站量10000倍的地方，被无数人仰着头看。我只知道，从今晚起，我梁春和的命不再归梁家村管了。火车到深圳的时候是中午，3月的北方还冷得缩脖子，这里的风却带着潮气，扑在脸上像一块热毛巾。我跟着人群下车，站在站台上，整个人都懵了一下，太多人了，穿衬衫的，穿喇叭裤的，提蛇皮袋的，推板车的，说普通话的，说我听不懂的方言的，来来往往，像一锅煮沸的水。站外头挂着密密麻麻的招工牌，电子厂急招女工，包住，计件工资，熟手优先。我的心砰砰跳，这里真的有活干，不是村里人吹出来哄人的。我没敢乱走，跟着几个同样背包袱的姑娘去了一个招工点，登记的人头都没抬。会什么？会干活。他像听了句笑话，终于抬眼扫了我一下。10字部，10，那去电子厂吧，女工要得多。就这样，我进了保安一家做收音机配件的电子厂，厂名我后来才记住，叫顺成电子。第一次进车间的时候，我闻到一股很奇怪的味道，锡、机油、塑料，还有闷了一整天的汗味。头顶风扇转得嗡嗡响，流水线一排排排开，坐满了穿蓝工衣的人，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小筐零件，手快得像机器。领班是个30来岁的女人，姓罗，脸拉得比铁还长。新来的，坐这儿。她把我按在一个空位上，啪地丢下一盒螺丝和一个塑料壳。看好了，先垫片，再上螺丝，拧紧，往后传。慢了扣钱，错了返工。我刚点头，她已经走了。旁边一个瘦高姑娘嘴里咬着发圈，飞快地干着手上的活，抽空瞥了我一眼。别发呆，真会扣钱。我赶紧学着她的样子做。第一颗螺丝还没拧进去，后头催货的就来了。快点！后面等着。我手一抖，螺丝掉到了地上，旁边传来一阵压抑的笑。我脸一下烧起来，弯腰去捡，刚抬头，罗领班的声音已经砸过来：你是来干活还是来玩的？一颗螺丝都拿不稳，吃饭的吗？我咬着牙没吭声。村里骂人的话更难听，我听过，可这里不一样，这里没人因为你可怜就放你一马，也没人会因为你是姑娘就让着你。你慢了就是碍事，你笨了就是废物。到下午的时候，我2只手都快不是自己的了，手指被螺丝帽割得发红，虎口酸得发抖，眼睛盯零件盯得发花。可我不敢慢，因为我听清了，计件干得多拿得多，干得少就活该饿着。晚上下班已经快8点了，我跟着人流去食堂打饭。铝饭盒里是一勺黄不黄绿不绿的菜，还有一块硬得发干的午餐肉，米饭蒸得结成团。我第一口咽下去，差点吐出来。旁边那个瘦高姑娘看我表情，笑了。第一次吃吧？我点头。正常，吃2天你就习惯了，要不习惯你就得饿死。
他端着饭盒蹲在墙边，3两口就吃完了。我叫林小曼，湖南的。你呢？杨春和，北边来的。看出来了。他瞄我一眼，你们北方姑娘刚来都这样，脸上还带着我不服，过1个月就老实了。我没接这话，我只低头狠狠干饭。不服有什么用？饭都快吃不上了，还谈什么服不服？宿舍在厂后头，一间屋里8个人，上下铺，床板薄的翻个身都响。门口挂着潮湿的毛巾，屋里混着廉价香皂、脚气和发油的味道。我被分到了上铺，把蛇皮袋放上去的时候，底下一个圆脸姑娘仰头看我。新来的，东西可看好了，这里不兴业不庇护那一套。另一个在梳头的接话，就是钱贴身放，饭票也别乱放，丢了没人赔。我摸了摸缠在腰里的钱，稍稍安心一点。洗漱的时候，我站在公共水池边，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头发乱糟糟，鼻尖都是汗，风衣宽大，像挂在身上一样，狼狈的不像样。可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就想笑。活下来了，至少第1天我活下来了。夜里宿舍熄灯后，屋里还闹哄哄的，有人说今天被领班骂了，有人说家里来信催寄钱，有人偷偷聊哪个男工长得周正。林小曼在下铺翻了个身，压着嗓子问我，春和，你来这儿是为啥？逃婚。我怔了怔，看得出来，太看得出来了。他啧了一声，像你这种眼里还带火的，不是被逼急了，谁会一个人跑这么远？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别怪我没提醒你，这场你打工光卖力气发不了财，真发财的都不在流水线上坐着。我低头看着漆黑里的床板，没有出声。可那句话像针一样，轻轻扎进了我心里。第2天，我比别人早起了半小时，别人还在抢水龙头洗脸，我已经蹲在车间门口看送货。一箱一箱的塑料壳，一袋一袋的螺丝，板车来回推。我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可我就是想看，看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村里种地时，我就知道地里长出来的粮食不是白来的，化肥、种子、天气、人工，哪样都算进去，才能知道1亩地赚不赚钱。工厂也一样，这流水线上的每一颗螺丝都不可能凭空冒出来。早班铃响了，我刚要进车间，忽然听见仓库门口有人在说话。这几箱尾货今晚拉走，别放明面上。怎么处理？还是老家？老价？反正都是有瑕疵的，堆着也是堆着。我脚步一顿，尾货、瑕疵、老家。那一刻，我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轻轻一碰，亮了。流水线上的人都在埋头拧螺丝，可我忽然觉得，真正值钱的可能不是我手里这颗螺丝，而是那些别人不要的东西。我在顺成电子待到第7天，才大概摸清这场子的脾气。白班和夜班轮着倒，流水线催命，领班骂人像吃饭。可有一样东西，谁都不太在意，尾货。所谓尾货，就是出货前挑出来的瑕疵品，有的是塑料壳上多了一道划痕，有的是标签贴歪了，有的是包装压了脚。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一堆，卖给正式客户不行，扔了又可惜。仓库里每隔几天就会清一次，价格低得吓人。我第一次听见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一箱60台的小收音机外壳，正常出厂能卖70-80块一箱，尾货只要10几块。我心里发痒，可我没有钱。我腰里那点87块，坐火车、吃饭、交杂费，已经剩得不多了。我得先活着，才有资格想别的。可这事一旦进了心里，就像种子发了芽。我边干活边留神。3天后，机会来了。那天食堂打饭时，林小曼嫌今天的菜像喂猪，骂骂咧咧要出去买饼。我跟着她一块出了厂，在外头巷口转了一圈，发现不少人摆摊卖小玩意儿，手表、发卡、毛巾、录音磁带，还有收音机。有个胖老板拿着半新不旧的收音机冲客人喊，便宜了便宜了。能想，只要12块。我站在那儿看了半天，那机器的壳子我认得，顺成厂出的，就是标签贴歪了点，边角有一道白印，可人家照样卖得出去。我脑子里轰一下，像被谁狠狠推了一把。当天夜里我翻来覆去没睡着。第2天一早，我把自己剩下的钱点了3遍，28块4毛，不多，可够搏一把。中午休息时，我没去食堂，绕到仓库后头，守了半天，终于等到那个平时管尾货出库的阿姨。她姓黄，广东本地人，40多岁，眼角总带着金光。我鼓起勇气上前，黄阿姨，我想问个事。她上下打量我一眼，新来的。问啥？你们那尾货卖不卖给厂里人？她愣了2秒，忽然笑了。哟，你还挺会想。我脸有点发热，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我看那些东西扔了可惜。扔？她嗤了一声，谁跟你说扔了？都有人收。我心里一沉，果然发财的路上从来不缺眼明手快的人。可下一秒，黄阿姨又说，不过这回正好有一批小单子，人家嫌麻烦不肯要，你要真想收也不是不行。我呼吸一下快了。多少钱
塑料壳和配套耳机一块算26块，我差点当场吸了口凉气，那是我全部家当。黄阿姨看出我的犹豫，撇撇嘴，没钱就别瞎问，做生意不是过家家。她转身就要走，我一咬牙追上去，我收。她回头，眼里明显多了点意外，你一个小姑娘，收了卖给谁？总有地方卖。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可穷人要翻身，很多时候靠的不是万无一失，是敢先迈那一步。黄阿姨带我去看货，3大纸箱，塑料壳有轻微瑕疵，耳机线有些包装压了褶。我蹲下摸了摸，越摸心越定，能卖，肯定能卖。我把钱全掏了出来，手都有点抖。黄阿姨数完钱，找给我4毛，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行，那你今晚下班自己来搬。下班后，林小曼看我蹲在仓库门口发愁，问我你干嘛呢？我没瞒她，把事说了。她听完眼睛都瞪圆了。梁春和，你疯了？你拿全部的钱买这堆破烂？不是破烂，是货。货个屁，卖不出去你明天喝西北风。我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先卖了再说。林小曼骂骂咧咧，最后还是跟我一起搬箱子。2个姑娘抬着3大箱东西，走得踉踉跄跄。出了厂门时，门卫还多看了2眼。我没去别处，直奔前2天看到的那条摆摊巷子。天快黑了，巷子里挤满了人。我找到那个卖收音机的胖老板，直接开门见山。老板，收不收货？他一开始连正眼都没给我。啥货？我把箱子打开给他看。胖老板拿起一个外壳瞧了瞧，又试了试耳机，眼睛一下变了。顺成的。是。你哪来的？你就说收不收。他盯着我看了几秒，估计是在掂量我好不好糊弄。行，收。35。我心里一跳，转手就能赚9块，可我脸上没露。我学着在村里跟人换鸡蛋时那些精明婶子的样子，皱眉摇头，太低了。胖老板乐了，你这姑娘口气不小，尾货而已，我还得自己处理。我蹲下来，拿起一个包装有瑕疵的耳机盒，指给他看，包装压了，不影响用。你卖的时候把最外头那层塑封一拆，谁看得出来？又拿起一个收音机壳，这点白印放柜台里隔着玻璃，谁会盯着看？你卖12一台都有人买，我这批货你转手就翻几倍。胖老板脸上的笑慢慢收了，他显然没想到我一个穿厂服的小姑娘能把他的门道说得这么明白。那你说多少？48。你抢钱呢？那你别收。我站起来，做事要盖箱子。林小曼在旁边都看傻了，估计她也没想到我这么干。胖老板咬了咬牙，40、46，最多42。我盯着他，没让。最后他拍腿，成，45。你这丫头比我还会算。45。我买进26，一晚上净赚19块，顶我流水线上狠狠干10来天。钱递到我手里那一刻，我心脏跳得厉害，掌心都发热。不是因为这19块多了不起，是因为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知道，除了死干活，钱还能这么挣。回宿舍路上，林小曼一路盯着我，跟见鬼似的。梁春和，你是不是脑子和别人长得不一样？我把钱小心地塞进内衣夹层，笑了一下。没有。那你咋想到的？我沉默了会儿，其实我也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别人都盯着自己手上那点活时，总有些东西会从眼皮子底下溜过去，而那些溜过去的东西往往才最值钱。那天夜里，宿舍灯一关，我躺在床上，耳边全是工厂里白天的嗡嗡声，可我一点不觉得累，我脑子里转的全是数字。26进，45出。如果下次不是3箱，是5箱呢？如果不只是卖给一个摊主，而是卖给更多人呢？如果我不只是倒尾货，而是能知道他们从哪儿来，以后往哪儿去呢？黑暗里，我把那19块钱反复摸了3遍，薄薄几张纸，却比我在村里辛苦1年都来得真实。第二天一早，我去车间的时候，黄阿姨正好在仓库门口喝茶，她瞥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问：卖掉了？我点头，她眼神这才真正落在我脸上，像第一次认识我似的。行了，小梁。她笑了笑，你这姑娘眼睛挺毒。我也笑了，可那笑刚到嘴边，就看见车间尽头站着一个人，顺成的老板胡广发。他穿着白衬衫，腆着肚子，正跟罗领班说话。说着说着，他朝我这边看了一眼，目光不算重，却让我心里莫名一紧。我忽然有种感觉，我这点小动作可能已经被人看见了。胡广发叫我去办公室的时候，整个车间都安静了一瞬。罗领班把手里的记录本往台上一拍，眼神里有点复杂。梁春和，过去。我起身的时候，周围好几道目光都追着我，有人羡慕，有人好奇，也有人等着看笑话。在厂里，老板点名不一定是好事，也可能是要开刀。胡广发的办公室在2楼，门口还摆着2盆发财树。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桌后面喝茶，白瓷杯里飘着茶叶，桌上摊着一堆单子。他抬眼看我，笑了一下，笑得和气，眼底却不怎么和气。
做，我没做。他也不在意，慢悠悠地说，听说你最近挺会做生意。我心里一紧，却装得若无其事。没有，就是买了点别人不要的东西。别人不要的。他笑了，别人不要的，你倒卖一手，挣得比流水线快多了，是吧？我没接话，这时候多说一个字，都是把把柄往他手里递。胡广发放下茶杯，十指交叉，像是在打量一件货。我不反对厂里人脑子活，脑子活是好事，说明你不是个死心眼。他说到这里，忽然话锋一转，不过你天天做流线确实屈才。我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了，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夸我。果然，下一秒他就说，从今天起，你别在线上了，去仓库帮黄姐寄货配货，顺便跑跟单。门口站着的会计都愣了一下，我也愣了。仓库和跟单，那是比流水线高一层的活，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最重要的是能接触单子，接触出货，接触真正赚钱的门道。我没想到胡广发会把我调过去，可我心里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警惕。一个老板不会因为你聪明就单纯赏识你，他提拔你必然是因为你有用。胡广发看我不说话，眼皮一抬，怎么不愿意？愿意。我低头，谢谢胡老板。他笑得更深了点，好好干，跟着我，比你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强。从办公室出来时，林小曼正在车间门口探头探脑，一看见我，她扑过来拽住我胳膊，咋样？没骂你吧？没有。那你这脸色咋像刚从坟里爬出来？我看了他一眼，慢慢说，我调去仓库了。林小曼嘴一张，半天没合上。啥？他那表情比我赚19块钱那天还夸张。中午吃饭的时候，整个食堂都知道了。有人说我运气好，有人说我会来事，也有人酸溜溜地说，才来几天就调仓库，谁知道使了什么手段。我听见了，也当没听见。穷人一旦往上走一步，最先冒出来的不一定是替你高兴的人，是盯着你摔下去的人。仓库的活比我想的杂得多，寄出入库和数量对型号，还得记客户批货时间，哪批货急，哪批货能压，心里都得有数。黄阿姨嘴上嫌我笨，手上却没真藏私。这个型号是给宝兴电器的，不能混。这单别急着发，老板说还要等等。那批原料先别入总账，月底再一起做。我一边听一边记。刚开始我是真累，流水线累手，仓库累脑子。可越干，我越觉得自己像一脚踩进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原来一车螺丝进来不是简单进货，要看谁家便宜，谁家账期长，谁家质量稳。原来货做出来也不是直接发出去，得看哪家客户着急，哪家好说话，哪家可以先压一压。更要紧的是，我看见了钱是怎么流的。同样一批货，今天发和明天发，价格都可能差几毛。别小看这几毛，量一大就是几百、几千、几万。胡广发最会的就是拿捏这个，他不像车间里那些只会狠狠干活的人，他天天看着笑眯眯，实则像条蛇。卡客户的时候，他一句再等等，厂里这边紧张，就能把价格往上拱。他赚的不是辛苦钱，是时间差、信息差、人心差。我看明白这些的时候，心里像被人推开了一扇门。原来发财靠的从来不是手有多快，是眼有多准。晚上回宿舍，林小曼凑过来问我，仓库好不好？好。那你咋还这个脸？我靠在床栏上，轻轻吐出一口气，因为我知道他不是看得起我。那是啥？是想把我拴住。林小曼愣了下，我低头搓着掌心那点磨出来的心茧，声音很轻，我倒卖尾货，他看见了。与其让我在外头自己摸门道，不如把我拎到眼皮底下，既用我又防我。林小曼听完，半天才骂一句，你们这些有脑子的，活得也太累了。我笑了笑，不累不行，我要是傻一点，可能早在订婚宴上就认命了。又过了几天，我第一次跟着黄阿姨配一笔急单，客户是深圳一家装配收录机的小厂，缺一批标准螺丝和塑壳，催得厉害。胡广发嘴上说急，手上却不急。我看着他把那批货压在仓库角落，偏偏先发别家的。等到下午，那边采购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他才慢悠悠开口，跟他们说材料涨价了，今天发也行，但每套加3毛。黄阿姨在旁边啧了一声，小声说又来了。我心里一动，3毛，一套3毛，量大就是一笔不小的钱。可我更在意另一件事，那家装配厂是真的缺货，不是装出来的。他们后头应该还连着更大的单子，要不会这么急。我记下了厂名，也记下了采购打电话时的语气。晚上快下班时，胡广发出去吃饭了，办公室电话又响起来，黄阿姨不在，仓库只剩我。我看着那部黑色电话机，心跳有点快，响了3声、4声，第5声时我接了，那头果然是那家采购，声音都急哑了。喂，顺成吗？胡老板在不在？我们明天上午必须装机，再不发货真要出事了。我握着听筒，
沉默了2秒，然后轻轻说：“胡老板不在，那你们这边到底什么时候能发？”我看着仓库角落那批已经打包好的货，慢慢开口：“货其实备好了。”那头一下静了。你什么意思？我声音更低了点，意思是你们要是再等，可能就不止加3毛了。电话那头的人显然是聪明人，只这一句就听明白了。他呼吸一重，咬牙道：“你让胡老板回来给我电话，我今晚加价。”我挂了电话，心脏在胸口狠狠干跳。那一刻我知道我越线了，可我一点不后悔，因为我已经闻到了钱味。而真正让我心跳更快的是，我忽然意识到，我不只是在看门道，我已经开始伸手去碰门道了。那天晚上，胡广发回来的很晚，身上带着酒气，一进办公室就被电话铃催得皱起了眉。他接起电话时，我正在门外核单，门没关严，我听得清清楚楚。张老板，急什么嘛？生意都是谈出来的。行，你都这么说了，我也不跟你绕了，今天晚上就给你发。加价？那不是我提的，是材料真涨了。他嘴上装模作样，眼里却已经笑开了花。挂电话后，他坐在椅子上点了支烟，心情显然好得很。黄阿姨进去送单子，她难得多说了2句，看见没？做生意不是光会做货就行，得会拿人。黄阿姨连连点头。我站在门外，手心微微发热。她不知道今晚这个局能成，里头有我一半。当然，我没蠢到要这个功。现在的我连站到台面上都不够格。可从那一晚开始，我心里彻底明白了一件事：生意不是死的，货是死的，人是活的。真正赚大钱的，从来不是最老实的人，是最懂怎么借势的人。第二天一早，胡广发心情不错，路过仓库时甚至多看了我一眼。最近干得还行，这话已经算夸奖了。我低头应了声是。他走后，黄阿姨瞥我一眼，意味深长：“昨晚那电话是你接的吧？”我心里一紧，他却没拆穿，只是笑了笑，胆子挺大。我没说话。黄阿姨把手里的货单啪的一拍，压低声音：“不过你也别得意太早。胡广发这种人能让你占一次便宜，不代表会让你占第2次。”我点头，这话我比谁都信。接下来几天，我更沉得住气了。白天该寄货寄货，该搬箱子搬箱子。晚上回宿舍，我开始拿废纸偷偷记账。今天哪家来货，哪家催单，哪种螺丝用的最多，哪家客户最好说话，哪家采购电话最频，我记得很细。林小曼趴我床边看了2眼，直摇头：“你这是打工，还是准备把人家厂吞了？”我笑了一下：“先学会，才有资格想吞不吞。”她翻了个白眼，拿着毛巾去洗澡。我看你迟早不是老板娘，就是老板。我没接。老板娘算什么？我要当就当老板。又过了几天，顺成接了个挺大的单子，给一家装配录音机的客户做配套壳料和标准螺丝。车间一片忙乱，胡广发却不急着催产，反而把其中一批关键规格压着不放。我起初没看懂，后来在办公室门口听见他跟会计说话，才明白过来。先别全做，留着。为啥？估计不懂。胡广发吐了口烟，人家后头还有总装线，卡他们1天，他们就知道谁手里握着命根子。我心里微微一震，原来连留一手都能留出钱来。那天下午，那家客户的采购亲自来了，30多岁的男人，衬衫都汗透了，一进门就陪笑：“胡老板，您这边行行好，先给我们发一车。我们后头大老板盯着，明天再不装机，真得掉脑袋。”胡广发端着茶，像没听见：“不是我不发，市场里忙，排不过来。”采购脸都白了，价格好商量。这句话一出口，我就知道他输了。谁先急，谁就要多掏钱。果然，胡广发慢悠悠把茶杯一放：“那就看张老板诚意了。”后来那笔单子硬生生被他多抬了一笔钱。晚上结账的时候，胡广发在办公室里哈哈大笑。同样一批螺丝，昨天发和今天发，差出来的就是利润。我站在门口，听得很安静，安静到心里一点点发亮。对，同样一批货，昨天发，今天发，查出来的不只是利润，是眼界，是位置。站在流水线上的人看见的是螺丝，站在老板位置上的人看见的是别人卡着脖子也得送钱过来。那一晚，我回宿舍后又记了很多东西。林小曼洗完头回来，头发湿漉漉的趴我床边：“又记啥呢？”“记赚钱的门道。”“学会了，学会一点。那你以后发财了，记得带我。”我抬头看他，忽然笑了：“真有那天，我不光带你，我还得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眼睁睁看着我往上爬。”林小曼怔了怔，大概是我平时太安静，她很少见我把话说得这么硬。她半天才憋出一句：“梁春和，你这样的人真吓人。”我低头把记满数字的废纸叠起来塞进枕头底下。吓人就对了，这世道老实人只会被人当软柿子，可我这点长进很快就引来了麻烦。那天中午发工资，财务把信封往桌上一丢，我拆开一看，眉头立刻皱了。不对，少了。
仓库和跟单的补贴没算进去。我拿着工资袋去找会计，会计翻着本子，头都不抬，没算错，我这月调岗了，调岗试用，不算正式。谁说的？会计这才抬头，面无表情地看我。老板说的。我一下明白了，胡广发这是在敲我，他知道我会动脑子，也知道我最近看的太多了，所以他得让我明白，你有本事归有本事，这厂里钱怎么发，门往哪边开，还是我说了算。我捏着工资袋，指节发白。会计见我不动，淡淡来了一句，干不干都行，外头排着队进厂的人多的是。我忽然笑了，那一瞬间我不生气了，真的，因为我发现胡广发这一手不是在压我，是在提醒我替别人挣钱的人再聪明也只是工具，想不被人一脚踢开，只有一条路，往更高的地方走。那天晚上，我坐在厂后头的小卖部门口，狠狠干咬了一口2毛钱的烧饼。林小曼蹲我旁边替我骂了半天，抠门老板，活让你狠狠干，钱少1分不多给。我嚼着饼没说话，你咋一点不气？我咽下那口干巴巴的面，抬头看着路灯下飞的蛾子，声音很平。我气，但我现在更想知道，除了替胡广发挣钱，我还能替谁挣钱？话音刚落，厂门口停下一辆黑色桑塔纳，车不算新，可在这片一眼望去全是自行车和3轮车的地方，已经很扎眼。司机下车，给后座开门，从车里下来个男人，个子高，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腕，脸上没什么表情，却一眼就和厂里这些人不一样。他往办公室走时，胡广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迎出去。沈老板，您怎么亲自来了？我本来没打算多看，可那男人路过仓库门口时，目光不经意扫过我，只一眼，淡淡的，冷静的，像是把人看透了，又没往心里去。我低下头，假装继续啃烧饼，心里却莫名起了一层波。我不知道他是谁，可我直觉告诉我，这人和胡广发不是一类，而我的路可能也不该只停在顺城这个小厂子里。那辆黑色桑塔纳像阵风吹过去就没了。第二天一早，厂里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罗领班照旧骂人，黄阿姨照旧喝茶，胡广发照旧笑里藏刀。只有我心里多了点说不清的念头。我开始留意来厂里的人，哪些是客户，哪些是供货商，哪些说话算数，哪些只是跑腿。我甚至偷偷问黄阿姨，昨天来的那个沈老板是做什么的？黄阿姨看我一眼，似笑非笑，你问这个干嘛？就随便问问，随便问问。她哼了一声，人家做的是贸易，不止给顺城拿货，听说路子广，香港那边都能搭上，跟胡广发不是一个段位的。贸易，香港，路子广，我把这几个词默默记在心里。厂里的世界已经让我看到很多了，可外头的世界显然更大。正想着，门卫老头在外头喊了声：“梁春和，有你的信。”我心里咯噔一下，来深圳这么久，我没给家里写过信，不是不想，是不敢。我怕一写回去，他们就会顺着字缝闻着味找到我，可没想到他们先找上来了。我拿到信时，信封皱皱巴巴，字是我娘写的，歪歪扭扭，一看就是托人叫着写的。我站在仓库后头，把信拆开，里面只有半张纸。春和，你哥最近在说对象，女方家要彩礼，还得修2间瓦房。你在外头既然有工作，就该帮衬家里。上回你闹着走，村里已经笑话我们了，你要是还有良心，就寄300块回来。你哥好了，以后你也有靠。娘，没有一句问我吃的好不好，没有一句问我冷不冷，累不累，更没有一句说那天订婚宴上让我受委屈了。字里行间只有一件事，钱。我把那张纸捏在手里，捏得起了褶。黄阿姨从旁边经过，看我脸色不对，顺嘴问了句：“家里的。”我点了点头。她看见纸上的彩礼2个字，摇头笑了：“又是给哥哥要钱吧？”我没吭声，她却像见怪不怪：“你们这些从村里出来的姑娘，大半都是这个命。家里供你吃2口饭，你一出来挣钱，就成了全家的钱袋子。”她说完就走了，可那句话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钱袋子，对，在他们眼里，我不是女儿，不是妹妹，我是会走路的钱袋子。那天一整天我都心不在焉，晚上回宿舍，林小曼一眼就看出来了。咋了？跟丢了魂似的。我把信递给她，她扫了2眼，当场就骂了：“你娘有病吧？你才来深圳多久，开口就300。”我苦笑了下，我现在全部身家加起来也不过几十块，那你咋想？还能咋想？我把信折好塞回信封，先攒。你真要寄？我哥要是娶不上媳妇，他们能写第1封，就能写第2封、第3封。到时候村里人人都知道我在外头挣钱，他们会更咬着我不放。林小曼气得狠狠干拍床板：“你就是太心软。”我沉默了很久，才轻声说：“不是心软，是我知道穷人家最会拿亲情当绳子。”她听完半天没说话。我翻身朝墙躺着，
耳边却一直想着信里那句你哥好了，以后你也有靠。靠？我靠过谁？小时候发烧是我自己熬过去的，读书要交书本费，是我替村小学老师扫1个月地才换来的。订婚宴上被人踩到泥里，也没人替我说一句话。现在我跑到几千里外拧螺丝，他们却理所当然觉得我该把辛苦钱往家里送，像我天生就欠他们一样。那一夜我几乎没睡，第二天更倒霉。仓库盘点时，我发现少了一箱型号最常用的标准螺丝，我把账翻了3遍都对不上，最后在卸货台后面找到，整箱被人挪错了位置。黄阿姨说，幸亏你发现的早，不然出货差一箱，胡广发又要骂人。我刚把箱子搬回来，办公室那边又有人找我，会计递给我一张汇款单，老板说你这个月表现还行，补贴给你补上1半。我看着那张比本月工资多不了几块钱的补贴，忽然有点想笑，打1巴掌再给半颗糖。胡广发可真会用人。晚上发完货，我路过厂门口的小邮局，脚步还是停了。我把手里的钱数了又数，工资、补贴，上回倒尾货赚的，一共凑出来123，离300差得远。可我还是先寄了100回去。填汇款单的时候，我手指有点抖，不是舍不得，是气。气我明明知道这钱寄回去，大半不会落在正地方，可我现在还不够硬，还没硬到能彻底跟那个家撕开。从邮局出来，天已经黑透了。路边小摊在卖炒河粉，油烟气很重。我一整天没怎么吃东西，肚子饿得发紧，却还是先把剩下的钱分成2份，一份贴身放，一份塞进鞋垫底下。回到宿舍，林小曼正翘着2郎腿剪指甲。寄了。多少？100。她翻了个白眼。我就知道。我没说话。她看我这副样子，叹了口气，把自己饭盒里没舍得吃的半个卤蛋夹给我。吃吧，梁老板。我低头看着那半个卤蛋，忽然鼻子一酸。来深圳这么久，第一个真心疼我的，不是家里人，是个才认识没多久的外乡姑娘。我埋头狠狠干把那半个卤蛋吃了，咸得厉害。第二天中午，门卫又喊我，杨春和，电话。我一听见电话2个字，心里就发紧。厂里的公共电话一般没人找我，我跑过去一接，果然是我娘。她嗓门比电话线还冲，钱咋才100，剩下200呢？我握着听筒，指节一点点发白。我也要吃饭，要交宿舍费。你不是在大城市吗？大城市钱多，你还差这点。我差点笑出声。原来在他眼里，大城市的钱是长在地上的，只要我弯腰捡就行。我没有你就借。你哥的婚事能等吗？梁春和，你别忘了，你以后还得靠娘家。那一瞬间，我心里的什么东西像被狠狠干掰了一下，我声音突然变得很平。我靠不了娘家。电话那头一愣，你说啥？我说我靠不了你们。我没再听下去，啪的把电话挂了。门卫都吓了一跳。我站在原地，胸口起伏的厉害，不是不疼，是疼够了，反而有一种麻木的清醒。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穷，是有人理直气壮地把你的命当成他们翻身的梯子。而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要挣钱，狠狠干挣钱，挣到谁都拿捏不了我，挣到谁都不敢再张口把我当成粮。就在我攥紧拳头转身时，厂门口又停下了一辆车，还是那辆黑色桑塔纳。这回车门一开，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男人，白衬衫，袖口卷着，脸色淡，眼神比上次还冷静。他下车时手里拿着一叠单子，而胡广发已经满脸堆笑地迎过去了。沈老板，这回真得靠您多关照。我站在台阶边没动。男人经过我身旁时，似乎闻到了电话里残留的火药味，淡淡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轻，可我却莫名觉得他像看见了我刚刚所有的狼狈。我本能地想避开，可他已经移开目光，径直进了办公室，只在擦肩而过时留下了一句极淡的话：心不够硬，做不了生意。我猛地怔在原地，他像是在说自己，又像是在说我。沈旭白那句话像根刺，狠狠干扎在我心里。心不够硬，做不了生意。我从前总觉得自己已经够硬了，敢在订婚宴上掀桌，敢一个人南下深圳，敢拿全部家当去收尾货。可跟真正的生意人比，我那点硬不过是被逼出来的逞强，而他们的硬是算过得失之后依旧敢往前走，这差得太远了。我还没来得及把这句话咂摸透，麻烦就先来了。第二天一早，我刚到仓库，黄阿姨就冲我使了个眼色：老板找你。我心里一沉，果然一进办公室，胡广发脸就阴着，桌上摊着几张单子。宝鑫那批货昨天为什么晚发了半小时？我一愣，不是我。不是你是谁？他把单子往桌上一拍，配货清单是你对的，装箱也是你盯的，客户那边都打电话过来了，说耽误他们后头装机。我张了张嘴想解释，昨天那半小时明明是装卸工临时少了人，板车卡在门口。可我一看见胡广发那双眼就明白了，他不是真要查谁的错，他是要借这个由头敲打我。
果然，他下一句就是你最近心思太活了，不适合仓库。我心里一凉，从今天起你回流水线。办公室一下静得厉害，我甚至听见会计翻账本时纸页摩擦的声音。胡广发靠回椅背，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不太听话的工具。春和啊，我这人向来不亏待肯干的，可人要认清自己。你现在最该学的不是耍小聪明，是老老实实干活。我站着没动，半晌才低声说，知道了。我没有求，也没有闹，更没有像厂里别人猜的那样哭鼻子，因为我知道我越闹他越得意。他要的就是让我明白，你聪明归聪明，可我一句话就能把你从仓库踢回流水线，这就是权。我转身出去的时候，黄阿姨正好站在门口，她看着我轻轻叹了口气。我早说了。我点点头，没说什么。回车间时，罗领班看我一眼，嘴角都压不住。哟，回来了。周围几个人也跟着笑。我就说嘛，仓库哪是那么好待的，还以为自己要飞了呢。我坐回原来的位置，手里拿起螺丝刀时，虎口那块已经快削下去的茧子又狠狠干磨了起来，疼得很真实。可我心里反而更稳了。胡广发越是这么防我，越说明我没看错，仓库和跟单才是门道，而他怕的不是我干不好，是我学得太快。那天下午，车间里闷得像蒸笼，我机械地拧着螺丝，耳朵却一直留意外面的动静。快下班时，车间门口忽然一阵骚动，有人来提货。我一抬头就看见了沈旭白，他今天没穿白衬衫，换了件浅灰色薄外套，手里拿着一份提货单，身后跟着2个搬货的。胡广发亲自陪着，笑得脸上褶子都出来了。沈老板，您放心，这批标准件都是最稳的，绝对不耽误您后头出单。沈旭白没怎么笑，只扫了眼货，又低头看单子。我本来不该分心，可就在那一刻，旁边一个新来的小工手一滑，把一盒螺丝全打翻了，满地乱滚。罗领班当场炸了，你瞎啊！小工脸都吓白了，蹲下就去捡，手忙脚乱，越捡越乱。我下意识扫了一眼地上那几种规格，忽然心里一跳，不对，混了。同样是螺丝，长度只差一点点，肉眼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可一旦混进提货里，后头装配就会出大问题。我几乎是本能地站起来，冲过去一把按住那小工的手，别捡这盒。罗领班瞪我，你发什么疯？我没理他，直接蹲下，把其中一颗拎起来对着光看。这不是 S17， 是 S19。旁边几个工人都愣了，罗领班也愣了，啥？我把另外几颗也挑出来，放到一边，长度差半毫米，牙距也不一样。这盒要是装进提货里，后头整批都得返工。这回不光车间里的人安静了，连门口的胡广发和沈旭白都看了过来。罗领班半信半疑，抓起一颗去比对，脸色立刻变了，真混了。胡广发的笑僵在脸上，快步走过来，一边骂小工，一边赶紧让人重查。沈旭白站在几步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比上次认真的多，不是扫一眼，是真正看了我一眼。他没说话，可我能感觉到他记住我了。这一批货最后重新查了快40分钟。临出门时，胡广发脸色虽难看，嘴上却还得强撑着和气。幸亏发现的早。沈旭白淡淡嗯了一声，随即转身走了。他从我身边经过时，脚步微顿。你在流水线白待了。我猛地抬头，他已经走远了。这话轻得很，只有我听见，可我的心却狠狠跳一跳。晚上下班后，我去厂门口倒垃圾，正巧看见外头那辆桑塔纳还没走，司机不在，车旁只站着沈旭白一个人。他正低头点烟，火光在夜色里一闪。我本来该绕开的，可不知道为什么脚步慢了一下。他抬眼看见我，也没意外，只淡淡问，会看货？我顿了顿，会一点，只会一点就能分出2种螺丝。我没接这话，他盯着我看了2秒，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才开口，想一直在顺城待着。这句话问得太突然，我心口一紧，脱口而出，不想。他像是笑了一下，又像没有，那就别把自己困死在这儿。说完，他把烟摁灭，上车走了。尾灯在夜色里一闪，很快消失。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拎着垃圾桶，心却已经不在这儿了。不困死在这儿，这句话比什么都狠，因为我知道他说中了。顺城不是我的终点，甚至连踏板都算不上，它只是我学规矩的地方，而真正的机会可能就在顺城外面。第二天一早，厂里来了个电话，门卫喊我梁春和，外头有人找。我出去时还在想会不会又是家里，可走到门口一看，站在树下的居然是沈旭白的司机。对方递给我一张名片，沈老板说今天晚上下班后，如果你愿意，可以过去一趟。我接过来，手心微微发热。名片很简单，上面只写了几个字，毕旭白贸易，沈旭白。毕。我低头盯着那张名片，忽然觉得自己的命像是被谁轻轻拨了一下。前面那条路
还不知道通向哪儿，可至少我已经看见了路口。那张名片我揣了一整天，揣得贴着心口发烫。流水线上螺丝一颗颗从手里过，我却总忍不住想，晚上那一趟到底去不去？去，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坑。不去，我大概会继续在顺城熬下去，直到被胡广发熬成一个只会拧螺丝的熟手女工。我不想，所以下班铃一响，我连工衣都没来得及换，抓起蛇皮袋里的那件最体面的衬衫外套就往外走。林小曼在后头追着喊：“你去哪儿？”有点事。啥事？我顿了顿，回头冲她笑了一下。去看看外头的钱长什么样。名片背面写着地址，不远，在福田一栋旧写字楼里。我第一次进这种地方，楼不算新，走廊窄，墙皮有些发黄，可一进门就和工厂完全不一样。没机器声，没油味，只有电话铃声和纸张翻动的声音。几个年轻人坐在桌后，桌上摊满了合同、单据、样品册，墙边还堆着纸箱和报关单。这地方看着乱，却有种我说不上来的快，像所有东西都在往前赶。有人带我进去的时候，沈旭白正在里头看单子。他今天穿得更简单，白衬衫，深色长裤，袖口卷到小臂，桌边摆着半杯凉茶。看见我，他也没寒暄，开口就是一句：“坐。”我坐下了，背挺得很直。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他问。我想了想，说：“因为我会看货。”他抬眼看我，目光里像是有一点淡淡的赞许。还有呢，因为我不甘心一直打螺丝。这回他是真的笑了一下，很淡。你比我想的还清醒。他把一份单子推到我面前，看看。我低头一看，是几家小厂的提货清单和报价单，有标准件，有塑料件，也有一批收录机外壳。我看得很慢，却很认真。这些东西我在顺成都见过，可第一次放在纸面上看，我才真正看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哪家缺什么，哪家多什么，哪家价格低却交期慢，哪家量小却回款快，像一张网。原来厂子不是个做个的，他们彼此咬着，而做贸易的人站在网中间，谁缺货他补，谁急单他接，谁压价他转，不生产也能把钱挣走一大半。我抬起头时，眼神大概已经变了。沈旭白看着我，没急着说话，像是故意等我自己想明白。半晌，我才慢慢开口：“你不是只给顺成拿货？”“当然不是，你在给很多厂子倒货，也不只是倒货。”他敲了敲桌面，有时是找货，有时是压货，有时是给人救命。我心口轻轻一震，救命？对，胡广发卡客户脖子那一套，我已经见过了。谁手里有货，谁就能救命，谁能在别人最急的时候递上东西，谁就能挣钱。沈旭白看着我，语气平平：“你在顺成学到的只是一间厂的脾气，深圳真正赚钱的地方不在一间厂里，在厂和厂之间。”这句话像一道雷，狠狠干劈开了我脑子里最后那层雾。我忽然全明白了，为什么顺成那批尾货外头小贩能转手卖得更贵，为什么同样一箱螺丝在不同时间能卖出不同价，为什么胡广发不是最辛苦的，却是厂里最有钱的。因为钱从来不是在一个地方老老实实挣出来的，是在人和人之间，货和货之间，时间和时间之间倒出来的。我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胸口却像被火烧着。沈旭白给我倒了杯水。想明白了。我点头。那你现在还觉得顺成值你一直待下去吗？不值。胡广发给你多少钱？我报了个数。他听完神情都没变。低了。我苦笑，我知道低，知道低还带。我抬眼看他，声音很稳。因为我没别的路，这是实话。不是我不想走，是我没资本，没钱，没人，没靠山。我甚至连深圳几条主要路都还认不全，贸然出来，饿死都有可能。沈旭白沉默了2秒，忽然把另一份单子递给我。明天周6，顺成休半天，你跟我跑一趟市场。去哪儿？华强北、八卦岭，还有2个做组装的小厂。我手指一紧，我能去。你不是想看外头的钱长什么样？我心口猛地一跳。他说的轻描淡写，像是在问我要不要多吃口饭。可我知道这一趟对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能真正从工厂那口井里爬出来一点，看看井外的天。我咽了咽喉咙，为什么带我？这话问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傻，可我还是想知道。沈旭白没立刻回答，他靠在椅背上，灯光落在他眉骨上，显得整个人更冷静。因为你看货准，也因为你穷。我一愣，穷人最知道机会从眼前过去的时候，抓不住会后悔一辈子。这话他说的太平静了，像在说别人，可我莫名觉得他说的也不只是我。第2天，我第一次坐上桑塔纳，车开出厂区那一刻，我隔着车窗看见顺成那几栋灰扑扑的厂房慢慢退到后头，心里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像我不是出来看一眼，像我早晚会离开那儿。华强北那边热闹的吓人，路边全是电子配件、
录像带、收录机、计算器，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我原以为工厂已经够复杂了，到了这里才知道，工厂只是其中一环。这里有人卖零件，有人倒旧货，有人跑香港水路，有人专接急单，有人拿一张嘴就能把一批货从南头说到北头。钱在这里流得比车还快。我跟着沈旭白进了一家小铺子，老板一看见他就笑开了。沈生，昨晚那批瓷头要不要再加？先不加。沈旭白翻着样品册，语气淡淡，我要的不是便宜，是稳。我站在旁边，听得认真。稳，便宜不是第一位，能准时交货，能少出错，才是真正值钱的。后来我们又去了八卦岭2个组装厂，其中一家正在赶单，整个车间都快炸了锅。老板愁得直抓头，一见沈旭白就像看见救星。沈总，那批螺丝你今天要是不给我，我这边真完了。沈旭白没急着答，只低头看了眼表，价格按昨晚说的。老板一咬牙，行。等从厂里出来，我整个人都还有点发懵。同样的螺丝，在顺城一箱一箱码着，看着不值钱，可到了真正缺它的人手里，它就是命。车上我忍不住问，你早就知道他今天会急？沈旭白偏头看了我一眼，不是知道，是算到。我心脏狠狠干一跳。怎么算？看他后头接的单，看他前几天的出货，看他车间扩没扩班，看他是不是在赌客户的交期。赌赢了赚，赌输了就得求别人救。他顿了顿，又道，做生意不是等事来了才想办法，事实还没来，你就已经站好了位置。我静静听着，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自己之前赚的那19块尾货钱根本算不上什么，那只是捡漏。而沈旭白这种是做局。我第一次真正看见什么叫站在更高的地方挣钱。车开回去的路上，夕阳透过车窗照进来，街边厂房一栋接一栋往后退。我看着外头，心却像开了闸。这深圳不只是个让我活下去的地方，它真能让我翻身，只要我够快、够稳、够狠。回到厂门口时，沈旭白把一小沓整理好的报价单递给我，回去有空看看。我接过来，喉咙有点发紧。我能看懂吗？现在不一定。以后呢？他看着我，声音很淡，却很笃定。以后你会比很多人都懂。我低头把那叠纸抱在怀里，像抱着什么烫手又珍贵的东西。刚要下车，沈旭白忽然又叫住我，梁春和。我回头，他看着我，目光沉静的厉害。顺城这种地方，学规矩可以，好命不值。你要是真想往上走，就别把自己看得太轻。我愣住了，很多年里，从来没人这样对我说过话，不是夸我，不是哄我，是认真的告诉我，你可以往上走。我下车时，脚踩在地上，却像踩在另一条路的起点上。我知道我已经回不去了。从那天跑完市场回来，我整个人都变了，不是别人看得出来那种变，是我自己知道眼睛不一样了。以前在顺城，我看见的是一颗螺丝，一个塑料壳，一笔尾货。现在我看见的是后头连着的厂子、单子、急单、库存、交期，还有谁会因为这一箱货多掏1倍的钱。我不再觉得螺丝小，恰恰相反，越小的东西越是整条生产线上最不能少的。一台收录机少一个按钮还能凑合，少一颗关键规格的螺丝，整台都装不出来。这东西不起眼，可越不起眼，越容易让人轻视。而被人轻视的东西，往往藏着最大的缝。我开始有意识地记顺成最常出货的几种标准件型号 ：S17、S19、M3、M5，哪种用在哪类机器上，哪家客户拿得多，哪家总是临时加单。我甚至把不同厂的包装箱样式都记下来了。林小曼发现我最近晚上不怎么睡，抱着枕头在我床下骂：梁春和，你再这么熬，钱没赚到，人先猝死了。我低头还在看报价单，死不了。你到底在看啥啊？我把纸往床边一递，看螺丝。林小曼当场翻了个大白眼，别人看对象，你看螺丝，你真是注定发不了男人财，只能发自己财。我没忍住笑了，自己财更稳。他一怔，随即也跟着乐了。这话倒没错，可我没想到，我这边还没真动手，老家的人就先摸上门了。那天中午，我正在食堂排队打饭，忽然听见外头一阵吵嚷：梁春和在哪儿？那声音我太熟了，熟到一听见，后背就先绷起来。我转头一看，周大强竟然站在食堂门口，身边还跟着我哥梁建富，两人穿着像特意收拾过，周大强头发抹得发亮，梁建富脚上甚至蹬了双新皮鞋，可站在深圳这堆来来往往的人里，还是一眼就透着一股土气和算盘味。林小曼先炸了，谁啊这是？我把饭盒往桌上一放，站了起来。麻烦，他们显然也是一路打听来的，一看见我，周大强脸上的表情立刻复杂了起来。先是有点意外，大概没想到我在厂里真的能站住脚，接着又摆出那副熟悉的令人作呕的自信，像他只要一开口，我就还会是那个任他拿捏的梁春和。春和，他走近2步，压低声音，故意显得亲近，你咋不往家里回个信？
我冷冷看着他，我往不往家里回信，轮不到你管。梁建富抢着开口，你这啥态度？我们大老远跑来找你，是看得起你？我差点笑出声。看得起我？订婚宴上把我踩进泥里的时候，他们哪来的看得起？周大强清了清嗓子，一副施恩的口吻。春和，过去的事就算了，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现在我想明白了，还是你最实在。食堂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我知道他为什么挑这种地方说，他就是想让我当众下不来台，再给自己找回点面子。我抱着胳膊淡淡问，你想明白什么了？他看我没立刻发火，神情竟然更得意了几分。我想明白了，镇上那家的姑娘不中用，还是你这种能干的适合过日子。你现在在深圳也见了世面，咱们重新把事定下来也不算晚。林小曼在旁边差点把饭喷出来，我哥梁建富还跟着附和，就是你一个女人家在外头飘着，也不是长久事。周大强好歹是知根知底的，回去把婚一结，再帮衬家里，多好。这两个人一唱一和，一个拿我当回头草，一个拿我当提款机。我看着他们，只觉得荒唐的可笑。周围已经有人窃窃私语，有人不知道前情，还真以为是什么痴情男人千里追妻。可惜他们找错人了。我把饭盒往旁边桌上一放，往前走了一步。周大强，你还记不记得订婚那天你说过什么？他脸色微微一僵。我笑了笑，声音不大，却足够让周围人都听见。你说我这种女人离了村子连活都活不下去。你还说不是你不要我，是你给我留面子。食堂门口一片安静，周大强的脸肉眼可见的开始发青。我盯着他，一字一句往下说。现在我活下来了，你又说还是我最实在。怎么，镇上梁站站长的侄女陪嫁的缝纫机和自行车不香了？人群里顿时爆出一阵压不住的笑。周大强脸都绿了。梁建富急了，你瞎说啥呢？我转头看向他，我瞎说。哥，你要不要我把当初你跟娘在屋里说的话也一字一句给大家学学？你不是说周家一分彩礼不能少，少了拿什么给你盖房娶媳妇吗？你不是说反正我是赔钱货，早晚都是别人家的，能卖个好价就行吗？这一句出去，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原来这不是什么深情戏码，是两个男人联手来吃一个女人的骨头。梁建富脸一下涨成猪肝色，冲过来就想拽我。你闭嘴！我猛地往后退一步，声音陡然冷下去。别碰我！那一瞬间，我自己都听出自己声音里的狠。梁建富手僵在半空，周大强还想强撑体面。春和，你别闹，我今天来是真心。真心？我笑了。你真心什么？真心看见我在深圳站住脚了，想回来占便宜。我上前一步，盯着他发白的脸。周大强，你听清楚，当初不是你不要我，是我不要你，现在更不是你回头我就得接着。你算个什么东西？食堂门口瞬间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周大强从没被我这样狠狠干撕过脸，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最后恼羞成怒的挤出一句：梁春和，你别以为自己在厂里混几天就真成个人物了。我淡淡看着他，至少比你像个人。这句话一落，旁边不知道谁先笑出了声，接着一片低低的哄笑。周大强这回是真待不住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转身就走。梁建富狠狠瞪了我一眼，也赶紧追上去。两人狼狈的像被人从台上踹下来的戏子。人群慢慢散了，林小曼狠狠干朝地上啐了一口。真他娘开眼了，我算知道你说的麻烦是啥意思了。我弯腰端起饭盒，手却还在微微发抖，不是怕，是气得发抖。气他们到这一步了，还觉得我该任他们拿捏。林小曼看了我一眼，声音难得放轻，你还行不行？我深吸一口气，行，当然得行，因为从今往后这种事不会少。我想往上走，就注定会有人闻着味扑上来。晚上下班时，我在厂门口又看见了沈旭白，他正和司机说话，看见我，视线在我脸上停了2秒，脸色不好。我没想到他会主动开口，怔了下，才说碰见2条疯狗。他大概听懂了，没追问，只淡淡问，狗咬你了？没有。那你抖什么？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苦笑了一下，气的。沈旭白静了2秒，忽然说，以后还会有更多。我抬头看他，亲戚、旧人、同行，想从你身上拿好处的人，你只要往上走就避不开。那怎么办？别怕人来。他看着我，语气平稳的近乎冷静，只怕你自己心软。这话像一桶冷水，把我从白天那场翻涌的情绪里狠狠干泼醒。是，周大强不可怕，梁建富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一次次来，我会不会总有一天因为亲情就情心软，而心软就是最贵的错。我沉默片刻，忽然抬头问他，沈旭白，你说最稳的生意是什么？他看了我一眼，大概没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问这个，可他还是答了，刚需、低调、不起眼，却谁都离不开。
我脑子里立刻跳出那几种最常见的标准件型号：螺丝、垫片、小配件，不起眼，可谁都离不开。我心里那根线忽然狠狠干绷紧了。也许我该做的不是继续待在顺城看别人赚钱，而是想办法先抓住一门最不起眼却最稳的生意。别人嫌螺丝不值钱，可我看见的不是一颗螺丝，是一整条财路。周大强和梁建富被我当众撕回去之后，我以为这是能消停一阵，我高估他们了，也低估了吸血这2个字的耐性。没过3天，门卫又来喊我：梁春和，外头有人。我一抬头，心里那股烦躁几乎压不住，可走到厂门口一看，我还是怔了一下。这回来的人不是周大强，是我娘王桂香。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个旧包袱，脚上还是那双沾着黄泥的布鞋，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看见我，她眼圈一下就红了。春和，这一声喊得我心口一酸。说到底，那是我娘，哪怕她偏心，哪怕她拿我换彩礼，哪怕她每次来信都只知道要钱，可我还是有那么一瞬想起小时候冬天她把唯一一件厚棉袄先塞给我穿的样子。可这种酸只维持了很短一瞬，因为下一秒我哥梁建富就从她身后窜出来了，手里还夹着烟，一脸不耐烦。可算找到你了。我那点刚冒头的心软瞬间被掐灭。你们来干什么？我娘赶紧上前一步，抓住我手臂。春和，你哥出事了，你得帮帮家里。我低头看着他的手，粗糙发干，抓得很紧。从前他也常这么抓我，不是怕我走丢，是怕我不听话。我慢慢把手抽出来，说。梁建富抢着开口，我跟镇上砖厂赊了批砖，准备先把房盖起来，结果人家现在催账，再不还钱，房子就得停工。你赶紧拿500出来。500。他张口的时候连一点犹豫都没有，好像我不是在厂里挣死工资的女工，而是他家地窖里藏着的金元宝。我娘在旁边抹眼泪。春和，娘知道你难，可你哥好不容易说的这门亲，不能黄啊。你现在在深圳见过世面了，肯定比家里有办法。我听着只觉得可笑，他们每次来都有一套新说辞，可归根结底就一句话，你得把自己榨干，给你哥铺路。我抬眼看梁建富，我上回寄的100呢？他眼神闪了一下，花了。花哪儿了？你管呢？家里花销不要钱啊。我笑了，真笑了。梁建富，你可真敢说。他被我笑得有点恼羞成怒，声音一下高起来。我敢说，怎么了？你是梁家人，给家里出钱不是应该的吗？应该。我盯着他，声音一点点冷下来。从小到大，家里新衣裳先给你，鸡蛋先给你，书费不够让我别念书的是你们，拿我去换彩礼的也是你们。现在我一个人跑来深圳，住8人宿舍，白天黑夜打工，你张口就是500。你跟我说应该。门口来来往往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工人都放慢了脚步。我知道他们在看，可我不想忍了，真的不想忍了。我娘急了，压低声音想拦我。春和，你小点声，别让人看笑话。笑话？我看着他，娘，我早就是笑话了。订婚宴那天，全村都看着我被人踩的时候，你不也没觉得丢人吗？他脸一下白了。娘，那是什么？那是你觉得，反正丢的是我的脸，不是你儿子的脸。他嘴唇发抖，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话。我心里其实也疼，可疼归疼，有些话今天不说，以后永远也说不出口了。梁建富看情形不对，索性撕破了脸。你少在这儿算旧账，你不拿钱，我跟娘今天就不走了。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当妹妹的能狠心到什么地步。他说着，径真就往厂门边一蹲，一副耍无赖的样子。我气得眼前发黑。这就是我哥，在家里横，在外头赖，永远觉得妹妹该替他填坑，永远觉得娘会替他兜底。周围已经有人窃窃私语，门卫都皱眉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忽然平静下来。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跟他们比烂。我看着我娘，慢慢说，我可以给你养老。她一愣，我也可以以后逢年过节给你寄钱。眼里刚亮起一点希望，我下一句就斩了下去。但从今天起，我不会再替梁建富还1分钱的债。梁建富猛地站起来。梁春和，你闭嘴！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狠狠干打断了他。你的房，你的媳妇，你的脸面，你自己挣去。我不是你的钱袋子，也不是梁家的血包，你们谁都别想再拿我去填。他说不出话了，脸色气得发紫。我娘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春和，你怎么能这么说？他是你哥啊！我看着他，忽然有点累。娘，我也是你女儿。这句话一出口，他彻底怔住了。我看见他眼里的慌、愧、无措，像被人狠狠干扯开了一脚。可也只是这一脚，他终究还是下意识地回头去看他儿子。那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有些偏心是刻在骨头里的，不是我哭一场、闹一场就能改。我往后退了一步，把自己和他们拉开。你回去吧，以后你有事我会管你，但他的事我不管。
你们要是再来厂里闹，我就报警。报警2个字一出，我哥脸都变了。我娘更是吓得不轻，赶紧拉住他。他大概这辈子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会用这种语气跟家里说话，更没想到我真敢把门关上。他哭着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我好几次，那眼神让我胸口闷得厉害。可我没追，一步都没追，因为我知道，我今天只要追出去一步，以后就会被他们拽回去一辈子。人群散了以后，我站在厂门口，半天没动。林小曼不知什么时候跑来了，手里还攥着半根油条。你还好吧？我点点头，又摇了摇头。她想劝我，最后却只把那半根油条塞进我手里。先吃点。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油条，忽然眼睛发酸。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我终于真的明白了。从今天起，我没有退路了。那个家，我不是没了，是不能再靠了。晚上，我没回宿舍，自己一个人坐在厂后头的空地上。头顶有几颗星，远处车间还亮着灯。风吹过来，带着塑料和铁屑的味道。我脑子里却异常清楚，我不能再只是打工，也不能再只靠工资活。我要有自己的钱，自己的路，自己的底气。而我手里现在唯一真正看懂的东西，就是标准件，就是螺丝，就是这些别人嫌小、嫌不起眼、嫌挣得慢的东西。可我知道，他们稳，谁都离不开。只要做得对，现金流会比很多看上去光鲜的生意还扎实。我正想着，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我回头，看见沈旭白站在不远处，月光落在他肩上，整个人显得比白天更安静。你怎么在这儿？我问。路过。他说得很随意，可我知道，哪有这要巧的路过。他走近了些，低头看了我一眼。哭了？没有。那眼睛怎么红了？我没说话，他也没逼我，只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忽然问，现在想明白了吗？什么？你要走的路。我低头看着地上的碎石子，过了很久，才轻声说，想明白一点了。说说。我不想再替别人挣钱，也不想再靠家里，更不想一直在顺城待着。我抬起头，看向远处那些一排排亮着灯的厂房。别人都觉得螺丝不值钱，可我觉得它值。不是一颗值，是它后头那条路值。谁缺它，谁就得找人买。谁能稳稳拿住这门功货，谁就能一直有钱进。我说这些的时候，声音越来越稳，像不是在说一个模糊念头，是在把自己未来的路一点一点从黑暗里摸出来。沈旭白听完，沉默了2秒，然后他说，不错，就2个字。可我心里那股一直悬着的劲，忽然就落了一半。我知道，他这是认了，认我不是一时冲动，也认我确实看懂了点东西。那我现在该怎么做？我问。他看着我，语气还是平平的。先别急着自己开厂，先学会跑单，认人、认价、认时间差。先学会让货从你手里过，再想以后让厂从你手里起。我点点头，把这几句话一字一句记进脑子里。风吹得有点冷，我抱了抱胳膊，忽然问，沈旭白，你当初为什么愿意给我看那些单子？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在夜色里比白天更深。因为你不是那种只会喊苦的人，你会边苦边看路。我愣住了，这话太轻，却又太重，重到我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他也没等我接，只淡淡说了句，明天别回顺城了。我猛地抬头，什么？来旭白贸易？先跟着跑单？我心脏狠狠干一跳。夜风吹过来，我却觉得整个人都热了。这不是一句安慰，不是随口一说，是门真的打开了。我看着他，喉咙有点发紧。我能行吗？沈旭白看着我，眼神沉稳的可怕。你都敢从梁家村跑到深圳了，还有什么不行的？那一刻，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忽然觉得眼前那些厂房的灯全都亮得更远了。我知道，我的第1段命是在订婚宴上被人踩进泥里的，可我的第2段命今晚才刚刚开始。第2天一早，我拎着蛇皮袋先去了顺城办公室。胡广发正在喝茶，看见我进来，他连眼皮都懒得抬。怎么又想回仓库了？我把辞工条放到他桌上。胡老板，我辞职。他手里的茶杯顿了一下，这才抬头看我。辞职？杨春和，你真把外头当金山了？我站得很直。外头是不是金山，我自己去看。他盯着我，脸上的笑一点点淡下去。你在顺城学了点门道，就觉得自己能飞了。我告诉你，离了这儿，你什么都不是。这话我太熟了，周大强说过，我娘也用别的话说过。他们都觉得女人离了别人活不成。我看着胡广发，忽然笑了一下。那我就去试试。他眼神一下阴了。工资按矿工扣。行。仓库补贴没了。也行。他像是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干脆，脸色反而更难看。杨春和，你别后悔。我拿起桌上的辞工条复页，转身就走。走到门口时，我停了一下。胡老板，你教会我一件事。他冷冷看着我。什么？替别人挣钱，再聪明也只是工具。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出了门。车间里不少人都在看我，罗领班抱着本子，阴阳怪气地笑。哟，有些人真当自己能当老板了。我没理他。林小曼从人群里挤出来，眼睛都红了。你真走？真走？去哪儿？旭白贸易。他张了张嘴，半天才狠狠干拍我一下。行，你走出去，要是混发达了，别把我忘了。我看着他，认真点头。不会，我东西少得可怜，2件衣裳，一个搪瓷缸子，一张卷边奖状。可走出顺城大门那一刻，我心里一点都不空，反而像松开了什么。厂门口停着那辆黑色桑塔纳，沈旭白站在车边，看见我出来，只问了一句：办完了，办完了。那上车。我坐进去的时候没敢往后看，可车子开出厂区时，我还是忍不住回头。2楼办公室窗边，胡广发果然站在那里，隔着玻璃盯着我，像盯着一块飞出锅的肉。我也盯着他，一直盯到车子转弯，把那栋灰扑扑的厂房甩在身后。沈旭白没说话，过了很久才淡淡来了一句：舍不得。我摇头，不是舍不得，是记着，记着谁踩过我，也记着我是怎么一步一步从那儿走出来的。他偏头看我一眼，记着可以，但别总回头。我低头看着自己磨得发红的手心，轻轻嗯了一声。窗外的深圳一动一动往后退，我心里却清楚得很。从今天起，我不是顺城的打工妹了，我得自己挣出一条路。进旭白贸易第1天，我才知道，原来跑单不是跑腿，是跑脑子。谁急，谁缺，谁嘴硬，谁心虚，谁是真没货，谁是假装压价，你得一眼看出来。阿成带着我跑了2天，我脚后跟都快磨破了，脑子却越来越亮。我们先去了华强北，又去了八卦岭，最后进了一家做录音机的小装配厂。采购姓潘，戴着金表，说话像打算盘。你们这价高了，外头已经有人给我压到7分8。阿成一听就急了，刚想开口，我拦住了他。我看了眼潘老板桌上的茶杯，茶泡得发白，说明一上午没顾上换。又看了眼他鞋边的灰，是车间地面的铝粉灰，说明他刚从装配线回来。我心里一下就有底了。潘老板，你不是嫌贵，你是急。他手一顿，我继续往下说，你们后头那条线已经开了，现在缺的不是便宜2厘，是今晚能不能把机器装出来。给你低价的人未必赶今天送到，可我们赶。办公室里一下静了，潘老板盯着我，半晌才笑，你这小姑娘有点意思，今晚真能发。我偏头看向沈旭白，他站在门边没说话，只轻轻点了下头。我心里一稳，能，那就按你们的价。第1单就这么成了。从厂里出来时，阿成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梁姐，你咋知道他后头开线了？看出来的。怎么看？真不急的人坐得住，急的人鞋上都有灰。阿成张着嘴，半天才乐出来，怪不得沈总把你挖出来。第2单更大，一家公司临时缺3种标准件，量不算特别大，可后面连着个外地客户的验货，对方本来已经找了别家，可那边拖时间。沈旭白把电话推给我，你来。我手心有汗，却还是接了。你好，我是旭白贸易梁春和。那头声音很冷，我们已经找好供货了，可他们明天到不了。电话那头静了半秒，你怎么知道？因为你们今天还在找第2家，真不着急的人不会再打第3个电话。他没说话，我知道自己猜中了。我顺着往下压，你现在要的不是最低价，是稳。今晚我们能先发1半，明天下午补齐，价格不涨。他终于问，为什么不涨？我握着听筒，看了眼桌上那几张型号单，因为我想做长单。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好。电话挂掉的时候，我后背都出汗了。可我知道，这单一成，我就真正站住了。月底发提成那天，会计把信封递给我，我拆开一看，手指都顿住了。386块。我以前在顺城狠狠干3个月，也未必有这个数。阿成扑过来看，差点叫出声，梁姐，你发财了。我把那几张钱狠狠干攥在手里，不是因为这点钱多到吓人，是因为我第一次真真切切知道，原来靠脑子挣回来的钱真比死工资烫。晚上回去，我拿着钱走到邮局门口，站了很久，最后只寄了50回去，剩下的我一张都没动，因为我忽然明白了，想改命，第一件事不是顾全所有人，是先让自己站住。我在旭白贸易待了1个月，眼睛越看越毒，我发现真正最稳的不是外壳，不是整机，是那些谁都看不起的小东西，螺丝、垫片、小五金配件，一颗不值钱，可少一颗，整条线都得停。大厂嫌它利润薄，小厂又做不稳，贸易商大多只拿来补缺，从没人真正把这条线吃透。我盯着办公室近1个月的出货单，越看心跳越快。
晚上人都走了，我还坐在桌边算。沈旭白从里间出来，看见我没动，还不回去？再等会儿。看什么？我把几张纸推到他面前，看重复缺货的型号。这6种标准件在这1个月里被催的最多，这4家装配厂几乎都在临时找货。说明什么？他靠在桌边看着我。你说？我抬起头，说明这不是零散缺口，是长期缺口。谁要是先把这几种规格的供货稳住，谁就能把急单都抓在手里。我越说越快，脑子也越亮。急单一多，客户习惯了找我们，后面不光卖螺丝，连别的小配件、外壳、包装件都能一起带出去。这不是一单货，是一条路。办公室静了一会儿，风扇在头顶慢慢转。沈旭白低头把那几张纸从头到尾看完，半晌才开口：明天去长发五金。为什么是他？因为你单子上写了，这家回款拖不起，最缺现金。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对。第2天我们去了长发五金，杜老板一开始还端着架子，可一听我们要长期走6种常规型号，且现款节，他眼睛就亮了。量能稳。我接过话，先不吹大，但只要你供货稳，这几种规格以后都先从你这儿走。最重要的是，急单你得优先给。杜老板还在试探。那价格呢？价格你别想着漫天抬，我们走量，你走回款，这比你零零碎碎接单强。他盯着我看了几秒，你这小姑娘说话像个老生意人。我笑了笑，穷人不学快一点，连说话都赶不上发财。最后单子定了，不是特别大的单，可我知道这一步一旦搭上，后头的路就真有了。从长发五金出来时，太阳晒得人发晕，我坐进车里却只觉得心口发烫。我知道自己终于不是在替别人捡漏了，我是开始搭盘子了。人刚有点起色，最先闻着未来的不一定是机会，也可能是刀子。我们刚把长发五金的供货线搭起来，荣兴装配厂那边就忽然变了卦。前1天还说得好好的，第2天却突然不要货了。阿成急得脸都白了。梁姐，不对劲。我把对方最近的询价单翻了一遍，心里一点点沉下去。他们问的正好是我们新稳下来的那几种型号，太巧了，巧得不像巧合。我抬头看向沈旭白，有人在盯我们。他没否认。先想到谁？胡广发。除了他，没人会这么快知道我们在吃哪条线，也没人会这么想狠狠干把我按回去。下午我跟阿成去荣兴探口风，采购姓邹，一脸圆滑。不是你们不好，是人家价更低，交货也更快。我问快多少，他报了个价，我一听就冷笑，这价已经几乎没利润了。胡广发不是想挣钱，他是想狠狠干咬死我们。他答应你们当天到货。对，全部型号都齐。齐。我盯着他看了2秒，慢慢笑了。邹老板，你真信啊？他一怔，我往前一步，压低了声音。你们后面这批单是要过验货的吧？他脸色一变。你怎么知道？因为你们最近换了包装说明书，要是只是本地散货，不会这么麻烦。你现在图便宜没问题，可一旦规格混了，或者硬度不够，返工的不是几箱货，是整条线。他沉默了。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打鼓了。可人总有侥幸，觉得自己也许不会这么倒霉。我没逼他，只把名片放到桌上。你先试。真没事，算你省钱。出问题再找我。出来以后，阿成都快急疯了。梁姐，你怎么不狠狠干抢？我摇头。现在他不疼，等他真疼了，才会知道谁能救命。可我没想到，胡广发的刀子下的比我想的更狠。第2天一早，长发五金也来电话，说我们要的那批货得还2天。我一听就明白了，胡广发一头抢单，一头掐货，想把我们新搭起来的这条供货线狠狠干扯断。阿成气得直骂，我却没骂，因为我知道骂没用。我低头看着桌上的型号表，忽然想起顺城以前还有一个小供货商，南头红利五金，量不大，但交货快。我刚想开口，沈旭白已经把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推到我面前。去这家。我心里猛地一震。红利。对，胡广发赌长发，想不到我们会挖他后手。那一刻，我胸口那股火一下烧起来了。他想狠狠干压死我，那我就先狠狠干掀他一块底。红利五金在南头一条小巷子里，地方不大，机床声音却震得人耳朵发麻。老板姓陈，又瘦又精，一看就是那种只认效率不认废话的人。我把来意说完，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给顺城供货。我知道你还敢来，因为他给你的量不稳，回款也慢，但我们能让你现款。陈老板眼神一动，小五金厂最怕什么？怕压货，怕欠款，怕货做出来钱收不回来。我直接把他最怕的点捅开了。我们先要3种型号，量不算大，但走得快。只要你稳，我们以后会越做越多。他看着我，半晌忽然笑了。
你这姑娘说话不绕弯，做生意绕得太多，钱也绕丢了。最后他点头了，行，先做一单试试。这一单刚谈下来，荣鑫那边的电话就狠狠干打过来了，邹采购声音都劈了。梁小姐，你们那边还有没有现货？我故意顿了一下，怎么了？顺成那批货里混了规格，我们装配线卡死了。我闭了闭眼，果然，胡广发为了压价和交期，狠狠干赌了一把，结果赌翻了。你们现在缺多少？先来2箱 S19，再来1箱垫片，价格恢复正常，今天要现款。行，他答应的比谁都快。货装出去的时候，阿成激动的直拍箱子。梁姐，真让你说中了，我却知道这还不够，我要的不只是就这一单，我要让胡广发知道，我不是只能挨他打。晚上把货送到荣鑫，车间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反弓箭堆了半地，老板脸都青了，一看见我像看见救命菩萨。梁小姐，能不能帮我们现场把规格重新分一下？可以，但你们得自己记清楚，今天是谁救了你们。他脸上一僵，随即狠狠干点头。明白。我们在那边狠狠干分了2个多小时的货，等回到办公室，顺成果然来人了，不是胡广发本人，是他那个会计，一进门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梁春和，你什么意思？我坐在桌边，头都没抬，听不懂。荣鑫本来是顺成的单，你故意截胡，我这才抬眼。截胡？人家货出了问题，自己找上门求救，我接了，怎么就叫截胡？他一噎，胡老板说了，你要还想在这行混，就别做得太绝。这话一出来，办公室里都静了。我慢慢站起来，盯着他，回去告诉胡广发：第一，我接单靠本事，不靠偷；第二，货混了是他自己没看住，不是我害的；第三，我往前走了一步，这才哪儿到哪儿。那会计被我看得往后退了半步，灰头土脸的走了。门一关，阿成狠狠干拍桌子，太爽了！我低头看着自己被纸箱磨红的手，心里忽然特别静。第一次，这是我第一次正面把刀接住，再狠狠干捅回去。原来反杀的滋味不是吵赢了，是你终于不怕了。荣鑫这一单就回来以后，我们的标准件急单一下多了不少，不是暴富，是那种一笔一笔扎扎实实往上垒的涨。谁家缺2箱，谁家补3个型号，谁家又要带点垫片和包装扣件，量不惊天动地，可回款快，频率高。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人急了，先想到我们。我知道这条线算是站住了。月底发钱的时候，会计把信封递给我，脸上都带着笑。这月不错。我拆开一看，呼吸都顿了一下。1270块，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把这么多钱狠狠干攥在手里，不是别人给的彩礼，不是施舍，是我一笔一笔单子弹出来的。阿成扑过来看，当场鬼叫：梁姐，你这招上天啊！我笑了，可笑着笑着，眼睛还是有点发热。晚上我去看房，租下一间8平米的小单间，墙旧，床旧，窗也小，可那是我自己的门，不用再和7个人挤宿舍，不用把钱藏在鞋垫里。搬进去那天，林小曼特意来帮我，她抱着我的搪瓷缸子，看着这小屋，眼圈都红了。梁春和，你是真走出来了。我铺着被子笑了一下，还早？早什么早？他瞪我，从8人宿舍搬出来就是本事。我看着他，心里忽然动了。你要不要也出来？他一愣，出来？旭白贸易现在单子多，我想拉你过来帮忙，你愿意，我带你。他眼睛一下就红了。你真没忘了我？我别开脸，装作去理枕头，少煽情。可其实我自己鼻子也有点酸。晚上收拾完，我坐在床边数钱，房租交了，身上还剩一笔。我第一次对未来生出那么实的底气。门忽然被敲响了，我去开门，门外站着沈旭白，手里拎着一盏小台灯。我一怔，你怎么来了？路过。他把台灯递给我，你这屋灯太暗，看长伤眼。我接过来，手指不小心碰到他的手背，心口莫名一跳。谢谢。他往屋里扫了一眼，还习惯吗？挺好，比宿舍好太多。他嗯了一声，却没急着走。我请他进来坐了坐，屋子小得可怜，他这么高的人一进来，整个空间都像被占满了。我忽然有点局促，他倒像没觉得什么不自在，只看着我桌上那叠单子，还在算。算什么？我想攒本金，再攒一段时间，自己盘个小作坊。他抬眼看我，想开厂了，不是现在，但总得先想。我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不想一直只做中间商，手里没有自己的生产，终归不稳。他看着我，很久没说话，过了会儿才低声道：杨春和，你比我想得走得还快。我有点不好意思，低头去摆那盏灯。会不会太急了？不会，深圳就是这样，胆子小的人
只能跟在别人后头喝汤。他声音很稳很轻，却又有种让人心里发烫的力量。我抬头看他，灯光落在他脸上，眉骨很轻，眼神很深。那一瞬间，我忽然特别清楚地知道，我不只是信他，我开始依赖他了。这种感觉让我有点慌，也有点热。他像是察觉到了什么，视线在我脸上停了一下，随即很自然地移开。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去谈模剧场。好。他起身走到门口时，我忽然叫住他，沈旭白，谢谢你，谢谢你把门推开，也谢谢你从来没把我当谁的附属。他看着我，沉默了2秒，别谢太早，以后要谢我的地方可能还很多。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他也笑了，那笑很淡，却第一次不是藏着的。门关上以后，我抱着那盏灯，坐在床边发了很久的呆。外头夜风吹着窗，而我心里那点感情也像灯下的影子，慢慢有了形状。我回村是在2个月后，不是想家，是因为我娘病了，不是大病，是干活累出来的腰伤，起不来床。林小曼一边替我收拾东西，一边骂：“你家那群人真有脸在找你。”我把钱分成2份，一份放包里，一份贴身藏着。我不是为他们回去，我是为我自己。我要回去看看，看看那个当年把我逼上火车的地方，如今再见了我会是什么脸。我坐上回去的长途车，到村口时已经傍晚了。梁家村还是老样子，土路、矮墙、鸡跑狗叫，只是这一次我没再觉得自己像要被这地方吞回去。我穿着深圳买的衬衫和长裙，手里拎着包，脚上是干净的皮鞋，不是多金贵，可在村里已经够扎眼了。我刚进村口就有人认出我，哎呦，这不是春和吗？真是他，听说他在广东发财了，看这身打扮可不是从前那个赔钱货样了。这些话一声声飘过来，我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却平得很。我回到家时，我娘正躺在炕上，看见我进门，她眼睛一下红了。春和，我把买来的药和2袋营养品放到桌上。腰还疼吗？她怔了一下，像没想到我第一句问的是这个，眼泪一下就掉了。娘以为你不回来了，我没接这句，只去看了看她腰上的膏药，是真的伤着了，不是装的。我心里那点硬，终究还是软了一丝。可下一秒，我哥梁建富就从外头晃进来了，一看见我，眼睛先往桌上的东西和我包上扫，哟，真回来了，那口气还是老样子，像我回来就该给他带钱带体面。我淡淡看他一眼，我回来看娘，那也得顺手帮帮家里吧。他搓着手笑，我那房子还差点砖钱。梁建富，我第一次连名带姓叫他，他愣住了。我把1包药往桌上一放，声音很平，我今天回来是给娘买药，不是给你填坑，你房子的事别再跟我提。他脸一沉，你在外头真混出点样子，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吧？我知道。我看着他慢慢笑了一下，我就是太知道了，才不想再被你们拿着姓梁这件事吸血。这句话一出，屋里彻底静了。我娘想开口，却最终没说出来。我哥脸色铁青，狠狠干摔门出去了。第2天一早，消息就传遍了全村，说我从深圳回来了，穿得像城里人，还敢顶撞我哥。周大强更是闻着味就来了。我正在院里晾药，他站在门口看着我，眼里全是压不住的后悔和算计。春和，我连头都没抬。有事说。他站那儿尴尬地清了清嗓子，以前的事是我对不住你。我把衣裳往绳上一搭，转头看他，然后呢？他像被我这眼神噎了一下，却还是硬着头皮往下说，我现在想明白了，你这样的女人才是真能过日子的。我家里也说了，只要你肯回来，之前那些都不算数。我差点笑出声。周大强，你是不是还没睡醒？他脸一僵。我慢慢走到他面前，你订婚那天不是说我离了村子活不下去吗？现在我活下来了，你怎么又舔着脸来了？你还有，我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现在不是回头，你是高攀。院门口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这句话一出，四周顿时一片吸气声。周大强脸色涨成猪肝，半天一个字都挤不出来。我转身进屋，砰地关上门。门外传来窃窃私语，真是不一样了，这丫头在外头是真的挣到钱了。当初周家退亲，真是瞎了眼。我站在门后，心里忽然特别安静。原来最痛快的报复，不是狠狠干骂回去，是他们终于意识到，当年他们丢掉的不是一个穷丫头，是自己这辈子都够不着的人。我在村里只待了2天，临走前，我给我娘留了药钱和一笔生活费，没给我哥一分。上车的时候，他追到村口，拉着我的手掉眼泪。春和，是娘对不住你。我看着他满是老茧的手，心里终究还是酸了一下。以后照顾好自己，别总替别人操心。他哭着点头。车开走时，我透过车窗看见梁家村一点点往后退。这一次，我心里没有恨，也没有舍不得，
我只是终于确定，我真的走出来了。从梁家村回来后，我像彻底断了一层旧皮，人更稳了，心也更狠了。我和沈旭白把标准件集单越做越大，先是吃下深圳几家装配厂的长期缺口，后面又顺着家电潮带出包装件、外壳配套和小五金。2年后，我拿着攒下的第一笔本金，和沈旭白一起盘下了一家快倒闭的小五金作坊。厂房破，机器旧，工人也才10几个，可我站在那间油味冲天的小车间里，心跳得像要冲出来。我知道这不是一间破厂，是我真正握在手里的底。那一年，深圳的风比从前更热，外贸在涨，家电在涨，城里的楼一栋一栋往上冒，有点脑子的人都在借势往上爬，我当然也不例外。我把作坊改成标准件小厂，先做最稳的6种型号，再慢慢扩模具、扩产线、扩客户。别人抢大的，我就狠狠干吃稳的。别人笑我一颗螺丝几分钱，赚不了大钱，我就用几分钱的货，狠狠干为大自己的厂。湖广发中间又设过2次局，一次压价，一次挖人。可那时候我已经不是刚出顺城的梁春和了，我手里有厂、有客户、有现金流。他压我的价，我就稳我的货；他挖我的人，我就给工人分奖金、提宿舍、提饭补。他最看不起的那些细账，最后一笔一笔狠狠干把他压了下去。3年后，顺城资金链断了，湖广发撑不住，把厂卖了。卖厂那天，他亲自来找过我，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脸上的肉都松了，再也没有当年那副我一句话就能压死你的样子。春和，他讪讪的笑，当年是我眼拙。我坐在办公桌后，慢慢翻着文件，头都没抬。胡老板，有事说事，我那批老设备，你要不要接？我这才看他一眼，不要。他一愣，为什么？因为旧，也因为我现在看不上。他脸上的笑一下僵住了。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坐在顺城办公室里，问我离了我，你算什么？我终于能把答案狠狠干摆在他面前了。离了他，我算我自己。后来厂子越做越大，小五金起家，慢慢做到整套配套，再做到家电标准件龙头之一。我也不再只是梁春和，我是春和实业的梁总。而沈旭白，从贸易伙伴到合伙人，再到我人生里最稳的那个人，始终站在我身边。我们没谁救谁，只是一起从泥里往上爬，爬到后来，再没有人敢低头看我们。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了很多年。他说，你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吃苦，是你每次被逼到墙角都能看见墙外头的路。我那时候笑他太会说话，可心里清楚，这世上懂你的人真的不多。再后来，公司准备上市，消息传开的时候，梁家村都炸了。周大强托人来求见我，我没见。梁建富带着礼上门，说什么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我让前台把礼原封不动退了回去。不是我还记仇，是我终于不用再向任何人证明我值得被看见。上市那天，我穿着深色套装站在交易所的灯下，台下坐着很多人，有客户，有同行，有记者，也有几个当年踩过我的旧人。我一眼就看见了，可我没什么感觉，因为他们早就不重要了。钟锤交到我手里时，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夜里，我穿着不合身的红褂子，在订婚宴上被人当众羞辱，然后拎起蛇皮袋，一个人坐上南下深圳的绿皮火车。那时候的我手里只有87块钱，谁都觉得我活不下去，谁都觉得我不过是个赔钱货。可现在我站在这里，台下的灯亮的晃眼，无数人抬头看我，我握着钟锤，手很稳，耳边像又响起周大强当年的话，他说离了村子，我连活都活不下去。我忽然笑了，然后狠狠干敲下了那一声钟响。钟声荡开的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句话，全村都笑我南下打螺丝。后来我让他们高攀不